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ey。前几天一直在给大家分享免费的内容啊，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付费的 VPS， 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建节点的天花板、亚太地区的 CN2GIA 以及大名鼎鼎的斑马弓。这一期内容呢，就是直接带大家体验顶级线路自建天花板，它和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玩的免费的东西区别有多大，以及大家知道我频道的置顶的这个视频里面其实也是斑马弓的 CN2GIA 香港。今天我们就不玩香港了，我们今天直接来看新加坡的 CN2GIA。 为什么选新加坡呢？因为香港的缺点是 AI 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好好的使用，那么我们干脆选择一步到位选新加坡。那为什么不选更近的日本呢？因为日本的话，如果你对流媒体有要求的话，日本的中文资源并没有那么丰富，所以直接选了新加坡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台机器它的配置情况。配置如下，就是斑马弓的新加坡的 CN2GIA， 以及配置也不是他们的入门款，而是算是中配吧。那这个配置如果你只用来翻墙呢，确实是有点奢侈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科学上网板块之外呢，我们探索一下这一台机器的其他可能，比如说我们搭建一个网站，或者搭建一个影音库，等一下再看吧。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登录一下这一台服务器。通常我们购买完服务器之后呢，信息会以邮件的形式发给你啊。我们先复制一下 IP， 我们来把这一台服务器连接上去。这个名字可以随便，IP 就是我们刚才复制的 IP， 用户名是 root， 密码呢在你的邮箱里面，点一下接受并保存就可以连接上来了。那么我们先来搭建一个节点吧，这相对来讲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。我们这里还是用3XUI 作为演示，因为对小白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友好。3XUI 自己在 Google 上面搜一搜就可以找得到了。然后我们粘贴命令并回车，然后这里输入 N 回车，让它全部自动生成。好了，这里就是有我们的用户名、密码以及我们的链接。这些东西呢需要自己保存，因为下一次的话它就不会显示了，除非你自己去改密码，当然保不保存也无所谓了。我们把地址粘贴到浏览器，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。用户名，点一下登录，登录进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了。由于这一台机器的配置够高啊，所以整体的反应速度非常快。我们点一下添加路站，然后选择最经典的 Reality， 这里的值我们要改一下，因为我们本地的网络是不能访问 Google 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改一下，直接改成 Apple 吧。下面两个也是改成 Apple。改完之后呢，我们往下走，这里点一下，这里也点一下，点一下创建。好了，你的节点就已经创建好了。我们现在点一下这个菜单，导出链接，复制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打开 V2DN， 给它新建一个分组，这里有一个加号，名字呢随便，剪贴板导入，回车，有延迟证明可以使用。然后我们设置成全局代理。我们现在进入宽带测速啊，由于这个服务器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所以测速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了，随便测。延迟68毫秒，速度大概能跑到1000兆左右，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YouTube 4K。好了，那节点搭建和测速我们就做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机器的真正的用法，因为这样的机器我们用来搭建节点，在我看来是非常浪费的。搭建网站这个配置是完全可以胜任各种操作的。那你如果是一个建站小白的话，推荐大家还是使用一些面板来操作，会舒服很多。那么你如果跟我一样不喜欢装面板操作的话，也可以使用市面上的一些脚本来辅助我们搭建网站。那我这里用科技烂的脚本给大家做演示啊。
上一次用科技烂的脚本演示的时候，视频被下架了。这回我们再用一次，如果这一期视频还是被下架了，那就死水了，就是科技烂干的。对，好了，首先我们来到科技烂的官网，当然前面的内容是开玩笑的啊。OK，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，我们直接点一下复制，然后来到我们的终端页面，然后点一下粘贴回车。它这里居然还有了一个用户条款，我们去看一眼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。主要收集的数据有这些。由于是开源的脚本啊，我们下一次如果大家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话，我们下一次直接来解剖一下它这个脚本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扒一扒科技烂有没有科技与狠活。我们输入 Y 回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界面了。那我们搭建网站呢，首先就是需要一些Web 端的服务，那么它是放在了10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输入1，安装一下必要的环境。它整个环境都是基于 Docker 操作的，所以其实对性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。如果你的配置太低的话 ，Docker 会让你雪上加霜。那像今天我们演示使用的这一台机器，就无所谓那点性能损耗了。OK， 基础的环境安装完成，我们直接按一下回车。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可道云桌面吧。输入4回车，这里需要填写一个我们的域名。我们先把域名解析到这一台服务器上面，登录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 Cloudflare， 然后找到一个域名，给它添加解析，然后给它一个前缀，关掉代理。点一下保存。这里为什么要关闭代理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一台服务器本身它的线路非常好，你开启了 Cloudflare 的 CDN 反而会降低我们的访问速度。然后我们粘贴回车，它会自己去申请证书，这个动作也是通过 Docker 来完成的。它整个环境其实就是依赖 Docker 操作的，所以对服务器的性能有一定的要求。好了，这样子下来呢，它就已经帮你把所有的流程做好了。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事情。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地址，点一下这个，它这个函数没有打开，我们等一下自己手动打开一下就可以了，先跳过，不影响安装。我们把这个数据库的用户名给它填写上去，这个是数据库的密码。数据库的地址它可能做了一下映射，它这里说是用 MySQL， 这可能是它做了 host 映射吧。我们来按照它这个要求填写，我们点一下保存，确定。数据库看来没有做映射，我们改回来，确定。什么鬼？没错啊，我们来检查一下哪里出了问题。数据库管理319。然后我们用它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，密码确实没错。来看一下，找到问题了，服务器的确是映射成了 MySQL， 而不是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那个本地回环地址。然后我们设置一下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，操作下一步。所以事实证明，不要用自己不熟悉的项目做演示，要不然容易翻车。OK。经过了一番周折，我们终于登录进来了。可以来看一下桌面，整体来讲还是蛮高级的，响应非常快啊。这就是得益于我们服务器性能也不差。在我们搭建完这个服务之后呢，其实对整个服务器的占用也是非常低啊，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占用的情况。那么算了，这么高的配置，装个什么可道云桌面没意思，我们直接装个 Windows。直接装 Windows 的话，我记得科技烂的脚本也是有集成这种东西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先退出，然后输入 K 回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需要来到13系统工具，然后输入8回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装我们想要的系统了。我们直接给它装一个 Windows 11。输入41回车，然后这是初始的用户名和密码，要记录一下，然后回车。我觉得装 Windows 才是这一台机器的宿命，因为它的性能足够高。
然后线路足够好，当做一台永不关机的云主机来用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很适合的事情。当然，你可以在 Windows 环境当中，同样的也可以用它来建站搭节点。只不过在 Windows 环境中，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讲，会把这个服务器的整体利用的更好。因为在 Linux 环境下，其实这个配置对于小白来讲，其实用的没有那么充分。它现在断开连接，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它的整个重装过程，这个过程是蛮快的，在这个配置环境下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的安装进度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来到斑马工的后台，然后刷新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斑马工的后台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安装进度。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进行连接，鼠标点一下，它会自动连接。我们现在的进度是 36%， 那么我们还需要接着耐心等待。整个过程是全自动的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终于看到了 Windows 的界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只需要用远程连接工具把它连接上去就可以了。Windows 用户呢，其实连接这种东西是最简单的，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开始，然后输入远程就可以找到这个工具了。点一下，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填写我们服务器的 IP 啊。那服务器的 IP 就是这个，点一下连接。用户名呢是默认的，密码呢是刚才我们保存下来的密码。点一下保存，确定。这里呢不再询问，点一下4，它就会远程连接上来。第一次登录呢，它会设置磁盘大小，大家暂时先不要动，让它自动去执行一下批处理文件。OK， 等它批处理执行完成之后呢，会暂时断开连接，我们只要重新连接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批处理关掉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目前磁盘大小就已经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大小。这一台机器的配置和延迟情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延迟啊，延迟非常的低，而且现在算是晚高峰的时间，所以这就是顶级线路的机器我们做了为远程的好处，它是完全不会让你感受到延迟的，响应速度非常快，你甚至可以拿它来，我们先简单的设置一下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台放在国外的永不关机的云主机来使用，而且这个配置可以让我们干很多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，这个 CPU 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甚至我们可以拿它来接着搭建节点和建网站，只不过我们把环境搬到了 Windows 上面。那这里友情提醒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默认的密码，所以它非常的不安全，我们需要把密码改一下。点一下开始，控制面板，确定。这里呢，我习惯性的换成列表，找到这个用户账户，我们点一下，点进去就可以更改密码了。大概路径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控制面板、用户账户、管理用户账户、更改用户账户、修改。这里输入我们当前的密码，下面就是我们的新密码。OK， 改完之后，我们下一次登录就得用新密码登录了。那么接下来这一台服务器可以用来干什么，就由各位来发挥了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